WC-135W 核试验侦察机的大本营位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福特空军基地，归属美国空军第55联队下属的第45空中侦察中队。1996年前，美国空军拥有2架 WC-135W 侦察机。1996年9月，其中1架退役后，仅剩1架继续服役，机身注册号612667。这架唯一的 WC-135W 作为美国保密等级最高的核试验侦察机，一直有一个传承的外号“不死凤凰”。机长46.6米，翼展44.4米，机高12.95米，最大航程可达1.2万千米，飞行高度通常在1.5万米以上，巡航速度约860公里每小时，续航时间可超过12小时，还可借助空中加油进行更长时间飞行。从外表看起来，这架 WC-135W 很普通，但是里面的东西非常特殊。而在外形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其机身中部左侧装备了一套专门收集大气中放射性微粒子的带特殊过滤器的装备，在机内则有一套用于压缩侦察区域收集来的空气的压缩系统，可以在空中搜集大气层中的微量放射性气体和碎屑，用以推断核试验性质。甚至可以推断一个国家核武器的研发能力。据报道，出动 WC-135W 执行任务一般都是在疑似核试验后的12到24小时左右才开始。飞机在下风处多次起落，反复飞行。针对传统的空爆核试验，只要飞行2-3次就能采集成功，而对于地下核试验的次数就会更长。从服役以来，美军 WC-135W 侦察机频繁在全球范围内飞行，对全球范围内的核试验进行全面监控。可以说，哪里有核试验，哪里就有 WC-135W。冷战时期 ，WC-135W 的主要任务区域是苏联附近空域，以侦察苏联的核试验活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的爆炸事故后，美国空军也曾紧急派遣 WC-135W 前往欧洲跟踪侦测核泄漏对欧洲产生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印巴核试验成为热点，又奉命调往南亚，用于测定两国核武器当量。而随着朝鲜核问题的增温，2002年10月起 ，WC-135W 则被从本土派驻至日本冲绳加手纳空军基地进行部署，并在之后频繁赴朝鲜附近进行监视侦察。可见 WC-135W 的侦察方向是很有针对性的，就是搜集核试验以及核污染信息。美军这次将其派到南海上空的动机就非常值得推敲了。对于说是来看康涅狄格号核潜艇撞击事故会否导致核泄漏的说法，实则很难站住脚。首先是时间点不对，事故发生后好多天才去；其次是，如果康涅狄格号核潜艇果真发生核泄漏，也不可能会这么随意地停靠在关岛的军港。再加上美国此前也曾派这架侦察机飞抵南海和东海附近上空，当时并没有相关的核事故发生，充分说明美军是另有所图的，值得警惕。WC-135W 核侦察飞机再次在南海地区出现，也引发外界对其背后神秘部门的关注。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是美国空军最高级别保密部门，是全球唯一能够监测任何国家和地区核试验、核爆炸和核泄漏的军队机构，掌握着遍布全球7大洲、太空和海洋的3600多个高灵敏监视仪和传感器，连南极洲都有观测站。太空中部署的战略预警卫星、地表、地下、水下部署的与地震仪类似的传感器阵列，也可以在瞬间监测到全球任何地点发生的异常震动，并判定其是由核爆炸引起还是颈围地震。这一美军部门是如何运作的呢？媒体曾曝光一个剑桥湾侦测站，它与俄罗斯的新地岛核试验场隔北冰洋相望。这个侦测站设在加拿大的北美预警系统雷达站大楼一角，办公室没有任何标示，仅有4名工作人员。在室外散布着27个传感器，埋在60至150米深不等的地下。搜集到的数据通过电缆传到机房。工作人员的任务就是在全球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地震中分析判断出是否为核爆数据。因为这个机构对于美国空军包括整个美国军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是世界第1的核大国，同时他也想保持这样一个优势，所以他在自身
研发各种先进核武器的同时，也在关注着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有相应的一些研发进